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大实话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张宏志。在正式退休之前，我在长照服务和老人福利这个领域，我摸爬滚打，算起来也有30多个年头了。这30年来，我送走了无数的长辈，也见证了太多家庭在面对衰老时的手足无措。我在第一线看尽了老后的百态，这让我不仅积累了照顾长辈的经验，更深刻地理解到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能真正让我们在晚年活得有尊严、有质量。今天这集影片，我们要聊一个非常严肃，甚至可以说关乎您和家中长辈生死存亡的话题。如果我现在问大家，对于家里凡是年过75岁的长辈，不管是您的父母，还是正在收看节目的您自己，什么才是最简单、最有效的长寿秘诀？我相信90%以上的朋友第一反应肯定都是多散步、多喝水，保持好心态。这听起来非常有道理，毕竟饭后100步走，活到99，这是刻在我们文化基因里的养生智慧。我也必须承认，散步和喝水确实是好习惯。但是作为一个在安养机构工作了半辈子的专业人士，今天我要在这里严肃地给各位提个醒，甚至泼一盆冷水。如果您的年龄已经超过了75岁，或者您家里的老人家已经到了这个医学上常说的高龄老年期，那么仅仅靠散步和多喝水不仅不够，甚至可能会掩盖身体真正的危机。为什么我敢说的这么绝对？因为医学研究和我的临床经验都告诉我们，人体在75岁以后，生理机制会发生断崖式的改变。在这个阶段，导致老人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甚至突然离世的隐形杀手，往往不是因为路走得不够多，而是因为身体缺乏了另外几样更关键的东西。我在安养院看过太多令人惋惜的案例。有的老人家非常自律，每天坚持去公园走1万步，风雨无阻，结果有一天在浴室里因为脚下一滑骨折了，从此卧床不起，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不出半年就走了。还有的老人家听信所谓千金难买老来瘦，饮食清淡的不得了，天天喝水，吃稀饭配酱瓜，结果因为肌肉力量不足，连拧开矿泉水瓶盖的力气都没有，最后因为一场小感冒，免疫系统跟不上，直接发展成了重症肺炎。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养生重点搞错了。75岁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这个年纪之后，有5件事比单纯的走路散步要重要100倍。这5件事才是真正能决定您能不能活得有尊严，不卧床，不给子女添麻烦的关键所在。在深入讲解这5件事之前，我们需要先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为什么75岁以后的养生和60岁时完全不同。很多长辈真的很自律，早上起来去公园打太极，晚上去社区周围走走路。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很多人明明看起来很瘦，去医院检查也没有所谓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但就是感觉整个人越来越脆，越来越虚。在老年医学上，这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老年衰弱症。75岁以后，我们身体面临的最大敌人，不再单纯是三高，而是身体储备能力的枯竭。您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辆开了75年的老爷车，60岁的时候，您可能还在想着怎么给这辆车省油，也就是控制饮食、减肥。但到了75岁，最重要的问题已经变了。我们要看的是这辆车的零件还在不在，底盘稳不稳，发动机还能不能顺利打着火。如果这个时候您还在一味的通过清淡饮食来减肥，或者只做那种完全不费力的慢走，其实是在加速身体这辆车的报废。这几年我和很多大医院的老年科医师交流，大家最痛心的一点就是很多台湾的长辈是被恶病嫌病的，比如为了怕三高，肉都不敢吃，天天吃白饭配豆腐乳；比如觉得年纪大了要静养，除了散步什么重物都不敢提，甚至连买菜的环保袋都要孩子帮忙拿。这种过度的小心翼翼，导致了肌肉迅速流失，骨骼失去保护，免疫系统缺乏原料。一旦遇到跌倒、流感
或者是情绪上的打击，身体这座大厦瞬间就会崩塌。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5件事，核心逻辑就一个：对抗衰退，重建储备。如果您能把这5件事做好，哪怕您每天少走2000步，您的健康质量也会比原来高出一个台阶。第一件必须要做的事，请大家务必记在心里，那就是75岁以后，存肌肉比存钱更重要，力量训练比单纯的走路更重要。很多长辈会反驳我说，他每天走1万步，运动量很大了，还需要练什么肌肉？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我们要从科学角度解释一下，人体的肌肉纤维主要分2种，慢肌纤维和快肌纤维。走路、慢跑主要锻炼的是慢肌纤维，它负责耐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萎缩流失最快的恰恰是负责爆发力和力量的快肌纤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家走路能走很久，但是一旦坐在软沙发上想站起来却非常费劲，或者上公车那一下腿抬不起来，因为您的力量在消失，这种现象叫做肌少症。我记得以前安养院有一位住在台北大安区的王伯伯，78岁，是个著名的走路达人，每天在大安森林公园走2个小时。但是去年冬天他在下雨天出门，脚下一滑。按理说身体好的人能瞬间调整平衡站住，但他因为大腿肌肉力量不够，直接跪在了地上，导致髌骨骨折。医生后来评估发现，王伯伯虽然心肺功能不错，但大腿肌肉量少得可怜，就像2根筷子插在土里，风一吹就倒。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对于75岁以上的朋友，我不是让您去健身房举杠铃，那不现实也不安全。我建议大家做生活化的抗阻训练。这里有一个黄金动作，叫起立坐下。请您找一把稳固的有扶手的椅子，千万不要用带轮子的办公椅，那样很危险。坐在椅子上，双手抱在胸前，如果觉得难，可以扶着扶手吸气，用力站起来，完全站直，呼气，慢慢坐下去。注意，一定要慢慢坐，不要像跌进椅子里一样，每天做3组，每组10到15次。这个动作锻炼的是我们的大腿骨四头肌和臀部肌肉，这是人体的发动机。只有这2块肌肉有劲了，您上下楼梯、上厕所、预防跌倒才有底气。除了这个平时去超市买菜，手里提2瓶牛奶或者1袋米，这其实就是最好的负重训练。不要什么都让孩子代劳，在安全范围内适当提一点重物，就是在给您的肌肉喂饭。记住一句话，走路是保持您的下限，而肌肉力量决定了您寿命的上限。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2件事，为了长寿，哪怕少吃2口米饭，也要多吃1口肉或蛋。这也是我们台湾家庭最容易踩的雷区。在很多传统观念里，老人家要清淡，要清肠胃，特别是到了75岁，牙口不好，胃口也变小了。很多长辈早上吃稀饭配酱瓜、面筋，中午1碗素面，晚上吃点剩菜。大家注意了，这种吃法对于年轻人可能是减肥，对于75岁以上的老人，这就是在慢性自杀。为什么这么严重？因为老年人存在一种生理现象，叫合成代谢抵抗。简单说，年轻人吃1块肉，可能吸收转化成80%的营养，老人家吃同样1块肉，因为肠胃吸收功能下降，可能只能吸收50%。所以老年人要想维持身体机能，需要的蛋白质比例其实比年轻人还要高。如果蛋白质不够，身体就会去分解您本来就不多的肌肉来维持生命活动，结果就是免疫力下降，稍微有个流感，身体就扛不住。住在新北永和的张阿姨76岁，她以前总是觉得自己没力气、头晕，去医院查也没什么大毛病。后来我们的营养师一看她的食谱，早餐烧饼油条，午餐素汤面，全是碳水化合物，淀粉很多，蛋白质几乎为零。后来她听了建议，做了一个小改变，早餐加1个水煮蛋和1杯牛奶，午餐必须要有1掌心大小的肉或者豆腐，
仅仅过了3个月，他跟我反馈说，感觉腿脚有劲了，下午也不犯困了，连气色都红润了。具体的行动建议是什么？对于75岁以上的朋友，请记住一个公式：每餐都要有干货。第一，早餐不能只有稀的，必须要有一个蛋或者一杯奶。如果您乳糖不耐受，一喝牛奶就拉肚子，那就喝无糖豆浆。但记住，豆浆的钙和蛋白质不如牛奶，最好再加个鸡蛋补充。第二，每顿饭都要见荤腥鱼虾、鸡胸肉、瘦猪肉或者是豆腐。如果您牙齿不好，就把肉剁碎了，做成肉丸子或者蒸蛋羹。甚至现在的破壁机、调理机很发达，可以把肉打成泥做汤，无论如何要吃进去。第三，总量控制，每天摄入的蛋白质总量大概要是自己手掌大小的2到3倍。哪怕您实在吃不下饭，也要先把肉和蛋吃了，把米饭剩下来没关系。对于这个年纪，营养密度比填饱肚子重要的多。讲完了练肌肉和吃营养，第3件事，我们要讲一个最直接的保命符，那就是平衡能力的训练。大家知道吗？在65岁以上的老人意外伤害死亡原因中，跌倒常年排在第2位，仅次于交通事故。而到了75岁，这一摔往往就是人生的终点。很多朋友会问，我每天走路不就是在练平衡吗？错，走路是直线运动，它是机械性的重复，但生活中的跌倒往往发生在转身起腋、浴室防滑或者闪避障碍物的时候。这需要的是身体在3维空间里的本体感觉和快速反应能力。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视力变差，内耳前庭功能退化，平衡感是直线下滑的。这就像您的手机导航信号弱了，稍微一动就定位不准。我们来看一个让人惋惜的例子，住在高雄的陈大爷，身体非常硬朗，没有三高。有一天半夜起床上厕所，因为急着接个电话，转身太快，一下子没站稳摔倒了。这一摔，髋关节骨折，紧接着就是手术。卧床3个月后，因为长期卧床引发了肺栓塞，人就走了。如果当时他的平衡能力稍微好一点，可能也就是打个踉跄，结果完全不同。所以比走路更重要的是专门花时间练平衡。行动建议，请务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第一，简易版金鸡独立，站在厨房台面或椅背旁边，手必须要能随时扶住东西。尝试抬起一只脚离地，哪怕只有5公分，坚持10秒钟，然后换脚。如果您觉得很稳，可以尝试仅仅用手指尖扶着桌子，这个动作能极大的调动您大脑对身体的控制力。第二，太极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台湾公园里的长寿老人多。太极拳里有很多重心的转换，单腿的支撑，这是公认的世界级的防跌倒运动。如果条件允许，报个社区大学的班，或者跟着影片练，不需要打得多标准，那个重心转移的过程最重要。第三，环境改造，检查家里的地毯是不是容易绊脚，浴室有没有安装防滑扶手，晚上起夜有没有感应小夜灯，这不叫麻烦，这叫买保险。第4件比走路重要100倍的事，是走出家门进行有效的社交。75岁以后，随着退休时间变长，老友离世，子女不在身边，孤独成为了最大的致病源。有科学研究表明，长期的孤独感对健康的危害相当于每天抽15支烟。孤独会直接导致压力激素皮质醇升高，损害血管。更可怕的是，它是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最大的催化剂。很多老人宅在家里看电视，一坐就是1天。虽然身体在休息，但大脑在生锈。我想特别提一下我们华人社区常见的活动，打麻将。很多人觉得这是玩物丧志，其实对于75岁以上的老人，如果您能控制好时间，久坐记得起来活动，打麻将是一个极好的大脑训练。您需要记牌、算牌、观察对手，这需要大脑高度运转，还要动手，还要聊天。这其实就是最好的认知训练。行动建议有3点：1，不要只做观察者。
只是坐在公园的大树下看人下棋是不够的，您要参与进去，哪怕是在旁边当个军师，多说2句。2，找一个必须出门的理由，哪怕是去菜市场为了2块钱讨价还价，去教会唱诗班，或者去社区活动中心做义工。在台湾，我们有很多社区据点都可以去利用。3，学习一样新东西，智能手机怎么用。孙子在玩的那个游戏是什么？哪怕学一道新菜，当您开始学习新东西时，大脑的神经元就在建立新的连接，这是对抗衰老最好的武器。最后，第5件事，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件事，就是保护好您的牙齿，或者维护好您的假牙，保证咀嚼能力。俗话说，牙好，胃口就好。但在75岁这个年纪，牙齿的意义远不止吃饭这么简单。科学证据表明，第一，咀嚼动作能增加脑部血流量。如果您长期吃流食不咀嚼，大脑得不到刺激，认知功能衰退会加快。第二，牙周病与心脏病息息相关，口腔里的细菌如果进入血液，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三，它是营养吸收的门户。如果牙齿不好，稍微硬一点的高蛋白食物，肉类、坚果，您就吃不了，最后只能吃稀饭面条。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现实案例中，很多老人牙齿松动了舍不得拔，或者假牙不合适磨嘴，为了省钱或者怕麻烦就忍着，结果导致吃饭变成一种折磨，体重几个月内掉了10几斤，整个人一下子就垮了。所以我的建议是，一，舍得花钱弄牙，无论是种植牙还是活动假牙，请务必找专业的牙医调整到最舒适的状态。这是您晚年生活质量的基石，这笔钱不能省，哪怕少给孩子留点钱，也要先把自己的牙弄好。2，每半年洗一次牙，检查一次，即使是戴全口假牙，也要每天认真清洁。3，多做叩齿运动，没事的时候上下牙齿轻轻咬合，锻炼咀嚼肌。好了，朋友们，让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当您或者您的家人步入75岁这个高龄阶段后，不要再盲目的只盯着每天走多少步了，请把精力分配给这5件更重要的事情。1，练肌肉，坐起立，坐下，提重物，留住您的力量。2，补蛋白，哪怕少，吃米饭也要保证蛋、奶、肉的摄入，这是身体的燃料。3，防跌倒，练习单腿站立，改造居家环境，安全第一。4，多社交，动脑子，见朋友，对抗孤独和痴呆。5，护牙齿，保证咀嚼能力，守住营养的大门。75岁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另一段充满智慧的旅程的开始。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讲70从心所欲不逾矩，要把这个从心所欲过好，前提是我们得有一个结实的身体底子。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咱们的老人家都能健康快乐地度过晚年。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哪怕只有一点点，请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并且把它分享给您关心的家人朋友们。祝愿天下所有的长辈松鹤长春，健康平安。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